每个人都经历过情绪上的至暗时刻，你告诉自己要冷静要理性，也学了各种情绪管理课，但客户一句挑衅，孩子一声哭闹，那股无名火焰噌的就顶到了脑门上。为什么我们懂了那么多道理，却依然在关键时刻被情绪劫持呢？那今天我们来揭开这个真相，问题并不在于你的认知和意志力，而在你的身体硬件。老罗今天跟大家聊聊情绪的管理和调节，这个话题很日常很大，但每个人绝对逃不掉。我们会告诉你为什么主流的 James Kruse 5阶段模型还不够，为什么你应该通过运动、饮食、睡眠这3大生理支柱，从神经递质层面真正为你的情绪稳定赋能。我们会提供指导原则和方案，还包括3个快速生效的神经急救包。你将不仅学会如何训练你的思想，更将学会如何优化你的身体，把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调控情绪升级到 2.0 的身心整合调控。我是 Mind Hackers 的老卢，我的频道帮你科学思考，探索内心，并把知道真正变成做到。接下来的这2分钟，情绪出场设置原理可能有点硬核，但你千万别划走，它会帮你彻底搞清对情绪失控的理解。那看懂了它，你才能精准找到自己失控的故障点在哪儿。这不是一场理性对抗情绪的战斗，而是多个大脑网络和关键结构协同工作的复杂过程。解决方案在后边等你。那第一步，我们先看情绪的引爆点——杏仁核。杏仁核是大脑中最古老的情绪中心，它对威胁信号极为敏感。当你听到突如其来的响声，看到危险画面，杏仁核会在几百毫秒内点燃恐惧或者焦虑的反应，并通过下丘脑让身体心跳加快、肌肉紧绷、瞳孔放大。它其实是整个情绪系统的第一反应者，它点燃了情绪的火花。那第二步是警戒源凸显网络 SN 是以前导叶和前扣带回为核心，它像一个调度中枢，会接收来自于杏仁核的警报信号，判断这是不是真的值得全脑动员。如果确认危险，它会迅速唤醒执行系统和生理反应；如果只是虚惊一场，它也会让身体平息警报。它的特点是快，但是仍需判断。那第3步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指挥官中央执行网络 CNN 呢是以 PFC 为核心，也就是前额叶皮层。当它接到 SN 的信号之后，会理性的分析决策，这个警报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我应该如何去应对它。它特点是准但有点慢，这其实是我们理性介入情绪的关键环节。那第4步呢，我们也很熟悉，是漫游者默认模式网络 DMN 就是自我反思、内在叙事、情绪记忆这些，当它过度运转的时候，也容易陷入情绪的反刍。那还有一些协同的配角，像海马体和导叶。海马体会从记忆中提取相关片段，让我们觉得这份情绪是从哪儿来的。导叶呢，就是翻译身体的信号，让我们感受到情绪，像心跳啊，就是胃部发紧、喉咙发堵。所以我们一块儿来回顾一下一次健康的情绪过程是什么样的。首先，杏仁核它迅速引爆，然后凸显网络 SN 判断信号的重要性，中央执行网络 CN 呢则冷静的决策，默认模式网络 DMN 它赋予情绪意义是什么。接下来海马体调出记忆，导叶反馈身体的感受，总体上是大脑结构多方精密配合的一个过程。那情绪失控呢，往往是杏仁核它过度兴奋，凸显网络呢持续的拉响警报，默认模式网络则陷入情绪的反刍。总体上，它们都会让指挥官 CN 的声音被彻底淹没。所以我们来看，情绪调节绝对不是压制警报，而是要让 CN 让指挥官的声音足够的清晰有力。老卢给大家推荐的核心方案为什么会更全面合理呢？为什么像 CBT 和斯坦福大学 James Kruse 教授提出的情绪调节5阶段模型这么优秀这么科学，但实际生活落地却比较难呢？这些科学方法的原理和第1章的结论完全一致，本质上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指挥官 CN 更加的强健有力。它给我们一套完整的操作软件。了解并实践 CBT 和5阶段模型的朋友，或多或少对生活都确实有帮助。但是往往在你最需要控制情绪的时候，却感觉这些方法好像不太受控制。你青筋爆发或者垂头丧气，情绪突然就来了，一切都发生的那么快那么自然。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情绪管理这件事儿好像意义不大，挺失败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训练指挥官 CN 网络，它是你的意识，却忽视了你的根本所在，你的身体、你的肉身的状况。你想油门踩到底飙车回家，但是车胎没气儿了，或者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或者车没油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当你的身体因为缺乏睡眠、营养失衡、长期不活动，处于一种高压警戒的状态时候，那你的神经系统就会持续释放皮质醇这些压力激素，它们就像不断的故障噪音，会直接干扰你的指挥官 CEN 去工作，让警戒员 SN 过度反应，也让漫游者 DMN 陷入负面的反刍。如果说再具体一点，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因为大脑里负责冷静的 GABA 伽马氨基丁酸这种神经递质不足，而负责兴奋的谷氨酸又过度活跃。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并不是否认这些优秀的心理学方法，恰恰相反，我们是要为他们打好地基。老卢提供的思路和系统方法就是先通过生理的手段调试好你的身体状况，校准你的神经递质水平，让你真正的有基础有能力去运行 CBT 和5阶段模型这些优秀的心理学方法。我们先来看运动这部分。运动远不只是释放内啡肽，它是一次对大脑神经递质的深度调教。一次中等强度的运动不仅能产生帮助我们抵抗焦虑的乳酸，还能显著提升2种关键的神经递质水平。那一种是血清素，血清素像一个情绪的稳定器，它能让你感觉更持久的平静和满足。那另外一种呢是 GABA， 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它堪称是大脑的刹车片，可以在毫秒之间让过度兴奋的神经元冷静下来。那上面这些我们简单聊一聊运动对情绪控制背后的科学原理，那我们是不是能立刻体感到这个刹车片和稳定器的作用呢？我们先发给你一个神经急救包，5分钟的能量泵。下次当你感到烦躁、焦虑、坐立不安的时候，先别急着关照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稍后再做。先站起来做一组你周围环境允许的运动练习，这很简单，可以是20个俯卧撑，或者原地深蹲30个，或者高抬腿30秒。然后尝试慢慢静下来，休息1分钟，感受心跳，然后再力所能及的重复1到2组。我自己是推荐慢速深蹲2到3组比较好，因为这不占地方，而且最简单。全部做完之后，你肯定会心跳加速、微微出汗，但更重要的是，这时候闭眼体会一下，在你的心跳慢慢平复之后，虽然你刚才在运动，但现在你的大脑里是不是反而出现了一些情绪上的平静感？那这种感觉呢，就是运动之后产生的乳酸和我们大脑的刹车片 GABA 神经递质水平提升之后，再给你过度兴奋的神经元踩刹车的那种体感。你刚刚用5分钟亲手为自己合成了一个小剂量的情绪稳定剂。请注意，要稍微有一点点运动量才会见效，大致上需要3到5分钟的轻度间歇运动，心率要提起来，肌肉要开始有酸胀感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饮食的环节。不知道你以前对肠脑轴这个概念有没有涉猎？你的肠道其实是合成神经递质的重要工厂，超过90%的血清素实际上是在肠道里合成的，而它的原材料呢是色氨酸这种必须从食物中所获取的氨基酸。这还只是其中一条生产线，肠道里的亿万菌群还需要特定的养料才能开足马力生产出另外一种刚才提到的刹车片 GABA。 那这些养料呢，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它们可以滋养有益的菌群，帮助身体更好的合成 GABA。 那反过来呢，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它们会促进大脑里谷氨酸的过度释放。谷氨酸就像大脑的油门，踩得太猛就会导致情绪爆发和神经紧张。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日常的饮食为这座神经递质的工厂来提供一个最佳的生产环境呢？其实我们日常的饮食需要有几个核心原则，帮你从根源上去稳定情绪。那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守护肠道屏障，减少漏肠。漏肠这个概念，你的肠道壁其实像一道筛子，它只允许营养通过，然后把毒素挡在外边。但你如果长期吃加工食品，过量的酒精，这就会让这个筛子破洞，这就是漏肠 leak gut。 一旦漏肠，那细菌毒素就会进入血液，引起全身的炎症，大脑会持续的释放皮质醇这些压力激素，让你的情绪像坐过山车一样。这其实是身体在用炎症这种语言来向大脑报告，我的系统正在崩溃。那解决的原则呢，就是多吃一些发酵食品，像酸奶、像泡菜和纳豆，它们是肠道的修理工。那第二个原则呢，是保持血糖的平稳，避免情绪的过山车。血糖剧烈波动其实是情绪不稳定的隐形的催手。
当血糖飙升又骤降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肾上腺素来应急。这就是为什么饿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所以这个原则呢，就是你每餐都要确保有蛋白质，也要有健康的脂肪和慢碳的这个组合。比方说糙米饭配鱼肉配素菜，那白米饭其实升糖太快了，相对来说我们要相对的减少。那第3个原则，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抗炎营养素给大脑降温。慢性炎症是现代社会情绪问题的普遍根源之一，炎症会干扰我们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油门更敏感，让刹车反而更迟钝。那解决的原则呢，我们要吃的食物包括深海鱼，它富含欧米伽3，深绿色的蔬菜它富含镁，还有浆果它富含抗氧化剂，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的天然消炎药。看完上面这些原则，这里给你第2个神经急救包，情绪稳定茶点。那到了下午3、4点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容易饿，特别容易烦躁，也想喝奶茶？这其实是因为你的血糖在波动，大脑在发出能量警报。你这时候呢，试试看1根香蕉加1小把杏仁。香蕉为你提供合成血清素的原材料色氨酸，那杏仁呢，它富含镁，是激活 GABA 功能的关键因子。你试试看把它们组合在一块儿，当你的下午茶茶点。你再对比一下喝完奶茶那种短暂的兴奋后紧接着的疲惫感，那现在这个组合带给你的是一种更持久更平稳的满足感。你正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喂养你的好情绪。我们来看第3部分，睡眠。睡眠呢，远不只是休息那么简单，它是你大脑每晚必须进行的系统维护。深度睡眠会对神经递质进行深度校准，会对代谢的废物进行彻底的清理。我们要认识到，在3大生理支柱中，其实睡眠对于神经递质的校准作用最为关键。白天过度活跃的神经元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特别是谷氨酸，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大脑油门。很多人睡不着会选择吃安眠药，但安眠药实际上这类药物只是抑制了大脑的活动，它会显著减少有益的深度睡眠，也就会降低大脑对废物的清理效率，总体上是阻碍了神经递质的校准。而真正自然的高质量的睡眠才是一个精密的神经递质调教器。它会首先启动大脑的3大清理系统，将白天累积的谷氨酸这些废物清除出去，然后重新校准去甲肾上腺素的基线水平，让你第2天醒来之后也不感到迟钝，也不过度的紧张。那最后深度睡眠还促进了 GABA 受体的敏感性恢复，让你的刹车片重新变得灵敏。那了解了这些，我们如何用一个急救包来优化今晚的睡眠质量呢？请按照这3个正常的顺序进行这个大脑排毒仪式。那第1步是环境准备，上床前的15分钟，请你调低室温，调到18到22度，体温要轻微的下降，它才是启动深度睡眠清理机制的一个黄金信号。第2个呢，要关闭所有蓝光，包括手机、平板、电视，它们蓝光其实是会抑制褪黑素，直接干扰你的神经递质校准。那还要提前准备一些富含镁的食物，晚餐的时候多吃一些富含镁的食物，可以增长你 GABA 受体的功能，让今晚的睡眠质量事半功倍。那第2步呢，是大脑清空，上床前的10分钟，拿起纸笔，把今天盘旋在你脑子里所有的这些杂事，无论大小全写下来。这个动作其实是在给你的 CPU 清空内存，它降低了 CEN 的负荷，也让过度的这个 DMN 安静下来，为谷氨酸的清理创造了最佳条件。那第3步呢，我们上床进行神经系统重置的呼吸法练习。那这个练习我建议你选择右侧卧位，这个姿势可以更好的促进脑积液的流动，提升清理的效率。我们先腹部自然吸气4秒，感受呼吸的起伏，然后屏息2秒，保持不动。最后是缓慢的呼气6秒钟，把所有的空气都吐出去，之后再重复8轮、10轮或者更多的时间。这个呼气的练习呢，因为呼气时间是吸气的 1.5 倍左右，它可以强有力的激活你体内的刹车系统，就是副交感神经，直接降低你的心率，让大脑减少这个油门递质的分泌。这个仪式的组合最大化的你睡眠期间神经递质的校准效率。做完这个呼吸法，你会自然的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第2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会体验到一种久违的轻快感，这其实就是神经递质重新平衡的这个体感信号。你要记住，睡眠是不能被储存的，一夜剥夺造成的神经递质失衡，你周末补觉也没法完全恢复。规律远比补量更重要。
好了，当我们通过运动、饮食、睡眠这3大生理支柱，把大脑的化学环境调整到了一个平衡状态， GABA 这个刹车片足够灵敏，血清素这个稳定器供应充足，而谷氨酸这个油门呢也不会失控卡壳。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看第2章提到的问题，为什么 James Kruse 的5阶段模型和 CBT 这些优秀的认知软件在关键时候总会卡壳不起作用？答案现在其实已经被我们解决了。我们终于为这套软件准备好了一台性能稳定的硬件，你的指挥官，也就是中央执行网络 CEN， 终于能够在一个没有持续噪音和错误警报的指挥室里边清晰的思考，因为你不再是用意志力去硬生生的扭转一个被压力激素淹没的大脑，而是在一个冷静的有化学基础支撑的大脑里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这才是身心整合的真正意义。我们是在用生理去赋能心理，这3大生理支柱就是让你的情绪调节能力从一个美好的理论变成一个你可以随时调用的现实。那拍摄之前，老卢在朋友圈调研这期节目脚本的时候，朋友们反馈了几个问题，我们一块看一下。有人问，太麻烦了，又要运动又要早睡，我哪有这个时间呢？老卢的回答是，那你可能本末倒置了，正是因为你没时间才更要这么做。或者柔和一点说，没时间也要挤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对你的生产力工具、你的身体和大脑的系统维护，它为你节省的时间远远比你花掉的合理时间成本要更多。那第2个，有人说，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健康生活吗？有什么新鲜的？那其实这期节目的核心价值是提供了一个身心整合的框架。我们告诉你，你跑步不仅是为了腿，而是为了提升 GABA 和血清素水平，让你的 CEN 和 SN 更好的去协同工作。你吃蔬菜并不只是为了肠道，而是通过肠脑轴让你的 DMN 有更稳定的内在环境。那我们把做什么和为什么会有效的底层生化机制连接起来，做的事情简单，但它给你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你明白了道理才能坚持去做，并且能看到成效。第3个问题，有人问我是不是只要做好生理调节就不用管心理层面了？那这问的太绝对了，肯定不是啊。好的身体状态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它给你提供了情绪稳定的能力，但这时候你依然需要用认知、正念这些技巧去使用这种能力才行。那第4个问题，这会不会让我陷入生理决定论，觉得我身体不好、情绪差就理所当然了？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核心观点，生理是基础但不是借口。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像是一手好牌，它大大增加了你打赢这场牌局的概率，但你依然需要运用认知、正念这些技巧去打好这手牌。我们强调生理是为了让你找对努力的方向，把精力从靠认知和意志力去单打独斗这种不平衡的模式里边解放出来，投入到优化硬件这个行动中去。2手都要抓，2手都要硬，这应该能赋予你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去调节好你的身体吧。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只盯着你的思想软件了，把注意力分一些给你的身体硬件。我们这一期重点敲黑板，管理情绪，从感受并回应你身体的信号开始。那理论的东西上面我们讲了很多，但真正的改变都源于一次又一次微小的亲身体验。老卢每次结尾都愿意说类似的观点去重复，你的神经网络是通过一点一滴去改变去塑造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打算从哪一个神经急救包开始，是5分钟的能量泵，还是情绪稳定的茶点，还是关于睡眠的大脑清除仪式？1周以后欢迎你回来，用2个字分享你的感受，是有效还是无效？你的亲身数据是我们这个科学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老卢照例在评论区提供一个情绪稳定硬件维护手册，也欢迎大家自取选用，帮助你身心合一来控制情绪。那今天我们讨论的其实是一个普适性的底层框架，后边呢，老卢也在策划1到2期，深入探讨如何帮助中年人去度过心理高压危机的长视频节目。如果您也认同成长始于探索和行动，请订阅新行者 Mind Hikers， 让我们一起 hiking， 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